我为什么要拍 vlog？ 日复一日的生活，一如往常的人生。手机不贵，但从某个时刻开始，我自拍的频率就越来越少了。是生病或年纪让自己没自信，还是对感动和兴奋的门槛变高了？我不知道。也许我只是突然觉得，举起相机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没剪完的素材，没流量的作品，我到底想拍什么？有人说，忧郁的反面不是开心，而是活力。在做之前，就先说服自己，好难啊，好麻烦啊，没有意义啊，然后什么都不做。这时候，你试着把时间切片，把想做的事情切片，把花费的时间从一天切到1个小时，甚至1分钟。告诉自己，做不完也没关系，你开个头就好了，不要害怕没有结果，半途而废，好歹你也走了半途啊，只踏出一步，从成长的角度来说，你也是尝试迈出过一步的勇者了吧？以前上学，我们早起贪玩，背了这么多书，我记得我半夜里背单字，还背到掉眼泪，结果我英文成绩还是很烂。但现在回头看，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啊，成果不算太好，但也比什么都没做的时光有趣很多吧。人生也一样，我们习惯了社群的冲击，一直想追求结果，追求人群眼中的光鲜亮丽，却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结果，而是享受过程啊。去过再多的国家，写下再多的辉煌，也比不过当下感受到的快乐跟感动。拍 vlog 不是为了炫耀生活的高光时刻，更多的是留言给未来的自己。也许这个影片注定不会有人关注，太棒了！也许这些碎片就永远放在我的硬碟里。但我想在很久之后，还能看到这些回忆的痕迹。那时候我可以欣慰地告诉自己，拍 vlog 真好。你为什么要拍 vlog？